你還在 ChatGPT 跟 Office 之間瘋狂複製貼上嗎？你打開 Word 的時候，右上角有一顆按鈕，很多人基本上從沒點過它。你的 PowerPoint 跟 Excel 裡面現在住着一個 ChatGPT， 它一直都在，只是你沒把它叫出來。所以 ChatGPT 和 Claude 誰才是微軟 Office 真正的神隊友？三輪實測，現在直接開始。這一份 PowerPoint 檔，它每一頁其實是一個圖檔。這個是之前用 Google 的 Notebook LM 做出來的，而在 PowerPoint 這個 Office 軟體裡面導入 Claude 跟 ChatGPT。首先，我們要在右上角的增益集點選一下。我之前已經在其他的 Office 軟體裡面直接裝進來 ChatGPT 跟 Claude。那如果這邊沒有看到的話，就是點右下角的其他增益集就可以搜尋到。例如，我們打 ChatGPT。然後按搜尋，它就會出現了。那因為我這個本來就已經有了，所以我這邊就不選了，我就直接選這個，因為我之前已經連線過了，它就會讓你直接用瀏覽器連到你的賬號登錄就好。那我現在是 ChatGPT， 它這邊會有出現一些建議，這邊會有一個快速、標準跟深度。那我這邊先選擇標準，這邊我們也可以選擇技能跟應用程式。這邊好像預設有一個技能可以用，這邊應用程式的部分它也可以連接到 Notion。那現在手寫還有一個指令，就是總結這份文件，然後送出。我的目的是想要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讀得到這個圖片檔。我現在根據我的需要，先幫我做了一個技能。那我這邊就點選一下它剛做好的這個精簡文件摘要的 Brief 技能，我就點一下它，然後送出。它沒有辦法讀我的圖片檔，因為我這都是圖片，沒有文字。那現在我就先把 ChatGPT 關掉，我想試試看 Claude。這裡要插播一下，在用增益集導入 Claude 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剛才那個方法，點選增益集，然後在其他增益集這裡做點選，輸入 Claude， 搜尋，會看到有兩個。如果你是 Claude 的訂閱用戶，就選擇第二個 Claude by Anthropic。點選增益集，選 Claude。我現在給它一樣的指令，就是總結這個文件，看它能不能做到讀取我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 Claude 已經能夠識別出我這個全部是圖片的 PowerPoint 檔，也就是說 Claude 做到了 ChatGPT 做不到的，至少在這個使用場景下是這樣。它這邊就已經寫說，它已經能夠分辨這個 slide， 就是幻燈片，它是以圖片的形式存在的。那它就幫我做一個文件的總結，然後它讀到右下角有一個 Notebook LM 的這個圖示，所以它就直接識別出這一份就是由 Notebook LM 生成的視覺化簡報。然後每一個投影片都是圖片，沒辦法編輯，總共11頁，它都完整識別出來了，而且它完全都清楚的能夠辨識出 PowerPoint 每一張幻燈片裡面在說什麼，真的太好用，太聰明了。ChatGPT 剛才就是沒有辦法識別，就直接拒絕再繼續執行任務。這一輪就是 Claude 大勝。那接下來我還想要做一件事，我想要看一下它能不能把這些內容直接幫我寫入到 Notion 裡面去。我現在就開始完成全新的頁面我這邊先打標題，然後我這邊先寫上 PPT 內容的總結。那我就複製右上角的這個連結，回到PowerPoint檔，把這個連結上來給 Claude。我們先在右下角的這個加號裡面找一下它的連接器。目前我有連上 Notion， 因為我們在 Claude 的網頁版已經先做好連接。比如說我在我的左下角賬戶這裡點選，然後點選設定，在左邊的自定 Customize， 這裡面有 Connectors 連接器，這裡我們可以先做連接特定應用程式，如果要增加就點選右上角的 Add。這邊就可以做一些尋找，例如我打 Notion， 那我這邊就可以選擇它。這邊我確認我已經連線了，所以我現在導入我的 Claude， 它這邊也自動連到我的賬戶設定裡，所以這邊我的 Notion 本來就是預設連線好，你也可以連到自己的 Gmail， 還有你的雲端硬碟。好，那確認我有連上，那這邊有一些 skills，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預設。那我現在先把剛剛那一頁我已經先新建好的 Notion 頁面，在它的右上角點選複製連結，然後貼過來給它。我的指令就是
把這段寫入到這個頁面，然後送出。這裡它會需要我們的批准，那我們可以在這邊點選允許。然後它回報說已經寫入我指定的 Notion 頁面了。我們來看一下，剛才原本是空白的，現在它真的幫我直接寫入到這裡，完整的把它剛才的總結都放進來了。那我現在想要做一個反向的測試，我想要知道我 Notion 裡面的頁面能不能讓它幫我做一個 PowerPoint 檔。我們就先關掉這個 PowerPoint 檔，點選左上角的檔案，然後選空白簡報。我們來看看 Claude 跟 ChatGPT 究竟能不能成功的把我的這一頁的內容做成一個視覺化簡報。所以我一樣在右上角先複製我這一頁 Notion 頁面的連結網址。這一次我們先來測 Claude，我這次就貼上它，然後我給它指令是讀取這一頁。濃縮精華，做一份大概5頁的精美簡報，然後我們就送出去。好，我覺得看到這裡，我大概已經知道它大概做不出什麼好看的視覺效果了。所以儘管它能夠幫我們做幻燈片，但是它好像就是視覺效果的部分做不出來，所以我要先暫停，因為我覺得這樣下去可能做到天黑它還是做不出來。現在要換 ChatGPT 了。然後我先複製這個指令，然後關掉這個對話框。這次我一樣先確認有沒有連上 Notion， 貼上來。我要求它一樣讀取這一頁，然後做簡報。但我這次先讓它做個3頁就好了，看它到底能不能做視覺效果。送出，我們可以看到它已經做完了。它這個思考鏈裡面有出現生成拼貼風的封面視覺，代表它在生成影像視覺的部分，這一輪 ChatGPT 是贏過 Claude， 因為 Claude 剛做了半天只能生成文字，但是這邊它讀取了我們這個 Notion 的頁面之後，它做出來了3頁。雖然它沒有用我們認知中的那種畫圖的圖像，可是它至少真的有設計出一個視覺化的版本。裡面有用到很多顯眼的顏色，黑色、橘色、藍色這種拼貼，視覺效果還是不錯的。所以這一回 ChatGPT 扳回一城，要求 ChatGPT 把有分潤成功的部分做出一個圖表，然後用商品的品項跟金額來做分析。這個分頁就是 ChatGPT 直接做的，而且是秒做出來。就幫我分析了蝦皮成功分潤圖表大概有哪些品項，他做的圖表是長條圖，比我們手動做還要快速非常多，所以現在做圖表我們都不需要自己動手啦。目前同樣可以拉進 ChatGPT 或 Claude 的微軟 Office 軟體，還有 Word， 但需要注意的是 ，Word 目前只有 Claude 能拉進去 ，ChatGPT 官方還沒支援。也歡迎加入我的 Patreon 社群交流，我會在那裡分享最新的 AI 應用、強大的第二大腦工作流、影音製作與 AI 繪圖指令，以及自媒體經營的秘辛。記得訂閱、按讚、關注我，我們下次見。